係江門，屎忽窿叫江。賈堅啦，係啊，賈堅啦，發展部長緊。屎忽窿叫江門。明知我要闖關，為心所天，為心必污，難讓萬苦為患。但惡運只虛那時幻，難說短暫。欢迎来到阿迪的频道。现在呢，我位于的就是新街广场啊。现在我就来到了槟城了。这里附近呢都是这些骑楼啊。现在的话呢，我就在这个多春咖啡啊，比较著名的咖啡。我后面这个多春咖啡呢，已经开有6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卖那些炭烧的面包啊，还有呢就是咖啡啦。这边简简单单的一个巷子加这些棚，就可以作为槟城最火爆的茶室，基本上都是满人的。就简单的点了一杯黑咖啡，还有一个菠萝包，全部加起来连5令吉都不需要。很好吃，咖啡也很浓郁。多春茶做壁画。现在呢，我在这附近走走，挺有特色。这边的招牌长城电发院啊，从右边往左边读，所以你很多都看到这些骑楼都是统一的一个颜色，包括这边呢，hotel 都是这些骑楼改造的。基本上这边的街道都保留着古色古香哦，难怪这条街附近被列为世界遗产文化，确实是挺有特色的。正和药行，老板会说广东话吗？啊？會說廣東話？會。識講啊？識。哦。講得、食得、做得，咩都得。得不都得？喺呢度開鋪開咗幾多年啊50年咯。50年。賈堅啦。係啊，賈堅啦，發展部長緊。發展部長緊。就係聽講話呢邊好多華人識講廣東話、潮州話，係咪呢邊有條街叫汕頭街啊？啊，有。汕頭街啊，呢嗰條路。呢度有廣東人。廣東人，廣東邊處啊？祖籍？我祖籍廣西。廣西啊？廣西話好得意㗎。我哋祖上山茂力啊，你講啊？你祖籍？江門。江門啊，江門豉油正啊！我唔係廣東人啫。你係江門，屎忽窿叫江門。哦，恩平，哦，我知。屎忽窿叫江門。依家你係第幾代啊？我呢度屬於係第三代。第3代，咁你應該冇翻過去吧？江門我有。有啊。2019年我帶成班人翻嚟。我係聽講話呢邊啲騎樓好多話租俾啲新加坡人做酒店。唔係新加坡，唔係租，係佢哋新加坡人落嚟賣成立。你有冇去睇下？你哋喺我哋檳城嘅潮州會館啊？喺邊度？直行。行到尾。呢個回教堂喺左手邊。係。轉左，紅綠燈。OK。轉右，右手邊就係㗎啦。OK，唔該晒。哇！古色古香嗰度。古色古香 ，OK。新街世界遺產文化，祖籍廣西的、廣東的、福建的都有。哦 ，Rolex 啊，沒錢買啊。北京茶莊貿易公司啊，這個牌很有特色。桃園雞飯啊，裡面顧客很多。唐山雜貨，廣德這個牌就有點年代感咯。還有一個中天樓啊，也是一排。都是酒店改造成酒店，祥龍金鋪、大明金鋪啊，这边广告牌真的很有味道，感觉有那种80、90年代啊香港风。中南公司，走到这边呢，有一条巷，石船巷啊，猪肉巷啊，鸡肉行啊。有懂为什么叫猪肉巷的吗？可以懂的人可以说一下。在这，刚刚飞起来吓我一跳。潮州会馆哦，
韩江家庙，上面有浮雕，浮雕就是很有特色的潮州一个特色文化就是浮雕，没想到也是保存的非常完好哦。这里有写着槟榔屿潮州会馆啊，这个会馆啊，哇，这个是庙盖于北宋时期哦，哇，那就真的是历史很悠久了。潮山公所就是潮山公会的，很有古色古香，源远流长哦。还有这个韩江中学，也是潮人子弟，建于这个学校建于1919年哦，真的很有古色古香。这个就是天井，感觉像是回到了家里一样。阿伯，你会说广东话吗？阿伯是客家人，客家人。客家人啊？客家人。客家人，你係祖籍惠州啊？我老祖先是惠州客家人。哦。第五代。啊？哦。How loyal？ 嘅老祖先啊，中國來由嘅，來馬來西亞。哦。清朝爸爸กับ百幾200年咯。百幾200年啊？哦。有啦，清朝。哎，清朝的。清朝都係清朝人，你們潮州人也是廣東。对，也是在广东省。广东嘛。对啊，这里有讲述他这个潮州人当年，你看就是当年潮州人来马来西亚的一个历史原讲。240年前，1786。对对，我喺去食飯啊。慢慢行啊。啊。现在我所到达的就是槟城的孙中山纪念馆哦。现在这3个雕像都在这个纪念馆的外面哦，竖立着。现在我们进去这个纪念馆看一看，这就是它的门口。这里有这个孙中山纪念馆珍藏版纪念币，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地址的原建筑哦，救国公寨哦，清朝的衰落、酷刑，还有当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当年的八国联军侵华，1895年10月26号，广州起义失败，然后被处死了。孙中山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啊，革命时的武器，大刀、炸药，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就是第1次的广州起义，第2次惠州起义，第3次潮州起义，所以叫做3州起义。然后第4次惠州起义，第5次青州起义，第6次镇南关起义，都是经过无数个的失败，才造就后面的成功啊，非常的不容易。王兴啊，带领革命军，对他就是当年的打手啊。第10次王花岗起义啊，还有。然后这个就是讲述关于槟城的紧急会议啊，还有当年的函件、当年的捐款的一些文件都还在这里。捐助中华民国军，这个就是历史转折，武昌起义。就是武昌起义后，基本上清朝就完了，改朝换代。1912年。这边呢就是展示槟城当年的所有的地点，就是可以读书啊、女校啊、男校啊，还有报社啊，新加坡、怡保、马六甲，下到南洋啊，革命基地啦，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然后的话呢，还有伦敦啊、香港啊，基本上说很多地方都去。他的大本营好像是在日本的，我记得日本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看到没有？然后去过了伦敦，还有香港，他是到处去。
让海外所有的华人去帮助这个辛亥革命，所以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写当年的革命种种的困难之处。然后在这边的侧面呢，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蓝桥鸡公。蓝桥鸡公呢，就是当年已经中国是水深火热了，包括当时的主要就是抗日战争，知道吧？水深火热，当年呢就是会懂一些机械维修的华人全部都回去抗日了，回去中国抗日了，知道吧？是非常的不容易，讲述了一段他们的一个历史的事件了。你看他们写的说告别南洋，你是我们第二个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真的是可歌可泣的，真的是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吧。二战，没错，蓝桥总会的办事处怡保轩就是能回去抗日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就捐款。槟城富有女校公演话剧，正愁祖国难民。这里有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汽车，然后当时基本上是募捐，帮助国内的同胞进行一个抗日，包括你想想看，有当年的辛亥革命又捐款，抗日战争又回去打仗又捐款，所以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槟城，这是纪念歌这个很出名，这个人橡胶厂蓝桥鸡公复原。就是大部分呢会重新回来，然后小部分呢会遗留在中国大陆所以说真的非常不容易。不管是当年的清朝衰落，然后被八国联军打了之后被迫卖猪仔，还是辛亥革命，还是这个抗日战争，我们的海外华人都在背后的支持着，这非常的不容易一段过去的历史。所以我说有现在的和平是非常的不容易的。1941年12月8号，3万日军侵占马来半岛。当年的英国有10万守军但是都是被打跑了。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呢，就基本上整个马来亚，当年的马来亚就全部被侵占了，然后包括新加坡也不到2个月，基本上全部都沦陷了，然后就是被日军逐一的攻破了，知道吧？这里就详细的描述它每个地方登陆然后每个地方的沦陷你看嘛，槟城、太平、古晋、失物、怡保、金宝、关丹，基本上全部都被沦陷的。日军长驱直入马来亚和新加坡，然后你看这个英国10万的人把马来亚还有新加坡抛弃了，直接就走了还好有我们的华侨跟华人去加入这个抗日战争当中，打個都冇日本仔是吧？新加坡华侨抗敌总动员，还有这个新华义勇军，还有这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那当然了，虽然说英军是跑路了，直接抛弃掉了，但是还有英军的马来团，就是当年的英政府殖民地，还有留下了一支马来人的军团在这里。这边就是讲述华侨抗日军。好，这里有一个136部队马来亚区说好听是英军和中国政府联合组成的部队但是主要打仗的是谁呢？还不是华人华侨，英国佬只是在背后作用于提供经费，还有指挥员的一个作用而已。指挥谁不会指挥是吧？还有抗日英雄都有描述。我们的华侨沙巴神山游击队是新州华侨守备军我看到那个以前的照片真的很多这些华人华侨都是很年轻的，大概是19、20，武士刀下的灾难岁月各地大屠杀，这里有描述。新加坡大屠杀导致2.5到5万人被杀，哥打丁仪2000人被杀，柔佛各地死了2万5。你看马六甲、吉隆坡、槟城、美里，
他就是属于那种看见你不爽就可以随便杀的。所以当年的华侨啊，真的不容易啊，抗日，然后还要被迫学这个日语啊，学这个亚美爹啊，屌你妈个閪，真係仆街嚟的。那还有这个惨绝人寰，真的1-2颗原子弹不够，应该要喂多几颗才够的，真的。那太冚家惨了，真的。这边就是日军的暴行，这里就是描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仔投降的仪式啊。儀式你老味咩儀式？翻去入嚟啊你啊！又英倫啊，參加英倫勝利啊！英倫你老母咩？英國佬都走路了，跑路了，英國打贏了就來勝利，沒有被打的不到幾天就跑路。銘記戰爭教訓，莫忘和平可貴。所以說啊，我們的華人故事啊，真的是可歌可泣，真的是從古到今都在發生一些歷史的歲月的故事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唉。